网上认识了个高富帅男友，所有人都警告我这可能是杀猪盘。我不听，执意去东南亚跟他奔现。果然如愿以偿，被卖到了缅北。我表面惊恐，背地里开心的发疯。嘿嘿嘿，从哪一个开始杀起呢？昏迷了10几个小时后，我在地下室内醒来，蒙在脸上的麻袋被掀开，眼前是个女人浓妆艳抹的脸。她用红指甲掐着我的皮肉，笑着说：“这个漂亮，阿德你居然能搞到这种货色。”在她旁边，一个高个儿的男人插都站着。他很英俊，长得有几分当红偶像剧小生的味道，是最招女孩喜欢的类型。这便是过去3个月里我疯狂爱上的网恋对象。之所以会来东南亚，也是为了跟他奔现。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他带上车，一针下去后，我就失去了意识，再睁眼已经是在这个阴暗的地牢。我被绳子绑着，艰难地朝阿德的方向看过去。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德冷淡地介绍，这是 Amy 姐，你以后听她安排。被称作 Amy 姐的女人在旁边笑眯眯道，听说你的第一次还在呢，我的小宝贝。放心，姐姐一定会给你卖个好价钱。我睁大了双眼，随即拼命摇头，神色可怜地望向阿德。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被坏人威胁了？我不是你这辈子唯一心动过的女孩吗？话音未落，阿德神色不耐烦地走来，一脚踹在我的肩头。我倒在地上，痛得说不出话。几分钟后，我被几个打手扔进了被铁栏围起来的宿舍，里面是一些头发蓬乱的女人们，全都化着浓妆，衣着暴露。她们有的事不关己地发呆，有的则用幸灾乐祸的眼神打量我。哟，新来一个，说说因为啥被骗进来的？嗨，十有八九是恋爱脑呗。在他们刻薄的你一言我一语中，我被迫拼凑了全部的真相。过去3个月里，我的男朋友是一个诈骗犯假扮的，他骗光了我的积蓄还不够，又将我本人卖到了缅北。意识到这个事实，我崩溃地面对着墙，捂脸大哭起来。大概是见惯了崩溃的场面，女人们见怪不怪，根本懒得理我。感谢他们，否则的话，一旦有人上前，就会发现我虽然在发出巨大的嚎啕声，嘴角却带着诡异的笑容。我在缅北待了几天，大概搞明白了这里的基本情况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园区，老大被称作金先生， Amy 姐是他众多情妇中的一个，负责分管被卖到这里的女人们。没人知道 Amy 姐的真名和年龄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残忍。对于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女孩，她能干出所有极尽残暴的事情。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反抗她，于是她叫打手强行分开女孩的双腿，然后拿熨斗烫了上去。女孩惨叫了好几个小时才断气。这一招杀鸡儆猴，让所有剩下的女孩吓破了胆。自此，再也没有任何人敢违背 Amy 姐的安排。尽管如此，我被带到 Amy 姐面前，她告诉我她已经为我安排好了第一个客人时，我还是平静地吐出了一个字：不。Amy 姐那张笑眯眯的脸骤然变了神色，我立刻挨了一个耳光，被打得满口鲜血。随即 Amy 姐挥了挥手，2个打手立刻用皮带将我捆住，随后我的腿被他们强行掰开，而旁边电熨斗开始被加热。烫坏了就不能用了。Amy 姐阴冷道，要不你们谁先上一下，以免他死了的时候还是个处。立刻有打手开始脱裤子，其他人笑盈盈地看着。在那个男人即将压住我的前一刻，我终于咽下了嘴里的血，含混道，金先生拿的诗集是雨巷的一本。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，但是 Amy 姐眉梢一挑，她挥了挥手，那个原本要按住我的打手便立刻退到了一边。Amy 姐垂眸看着我，蜡黄的灯光让她精心描绘过的眉毛像2只垂死的蛾子。她冷冷道，什么意思？我示意她靠近。我被绑着，没有威胁，于是 Amy 姐走上前来，将她的耳朵凑到我嘴边。我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，金先生之前路过地牢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手里拿着的是 A Lane in the Rain， 也就是戴望舒的雨巷。我只见过金先生一面，但我听过许多与他有关的传闻。他看上去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据说有1/2的中国血统，平时都说英语，因此他的情妇们为了讨好他，也大多是欧美性感的打扮。就像 Amy 姐，可以看出她年龄不小了，但仍然穿着紧绷绷的吊带裙。只是岁月不饶人，身材已经略微发福的她，怎么能比得上一茬一茬冒出来的新人？因此，金先生来看她的次数很少。Amy 姐也因着这失宠的趋势越来越暴躁，拿烟蒂烫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。我猜，金先生虽然长得较为欧美，但他骨子里是喜欢东方文化的。我对着 Amy 姐轻声道，差异化竞争永远是最有效的手段，拥有独一无二的风格，才能拥有独一无二的爱。当晚 ，Amy 姐邀金先生共进晚餐，一改往日浓艳性感的装扮，换上一身月白旗袍，配以淡妆和珍珠项链。晚餐的细节我不得而知，但 Amy 姐回来时显然心情很好。她叫人把我带到她面前，一反常态的没有拿烟头烫我，甚至给了我一杯热红茶。她说：“你叫诺诺，是个大学生。”我乖巧的点头，心理学专业的，主要方向是两性关系。Amy 姐掐灭了烟，笑道：“怪不得。”她站起身来，摸摸我的头发，你很值钱，用来当肉卖有点太可惜了，想不想创造更多的收益？
我再次乖巧的点头，都听 Amy 姐的。就这样，我未来的职业路径由皮肉生意变成了线上诈骗。一个电子脚铐拴在我的腿上，我被压到电脑前，任务是诈骗男人的钱。起初我的业绩并不好，但之后开始不断的进步。在拿下2个大单后，我成为了 Amy 姐眼前的红人。从宿舍出去的路上，我遇见了阿德，他的眼神有点复杂。没想到你能活下来。他以为我很快就会死的。毕竟认识他时，我的人设是个失去双亲、继承了遗产的小白富美，单纯、缺爱、脆弱。把我卖到这里，我明明应该接不了几回课就被快速的玩死，结果我竟然活了下来，还有生存的越来越好的趋势。当晚，阿德避开 Amy 姐，给我送了点吃的。他没多说什么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一个巧克力牛角包，一杯热牛奶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甜点了，一大口啃下去，才发现有人目不转睛地瞧着我。是我的室友小玉。我以为他想吃牛角包，于是掰了一半递过去。他不接，阴沉沉地看着我，半晌冒出一句话：“他对你真好。”我愣了愣，这才想起八卦传闻中小玉好像是去年被阿德骗进来的女孩。我收回递出去的半个牛角包，自顾自地啃了，咽下去之后才说：“都是被骗的恋爱脑，咱就别争个高低了，行吗？”哪知道这句话竟然刺激了小玉，她大声道：“我们不一样，阿德他是真心喜欢过我的。”我挑了挑眉。小玉说：“他没办法，他是被坏人骗了，欠了太多债，才不得不来这个园区干事。他不想诱骗我的，但如果不把我卖进来，那些坏人就要杀了他。”我很累，不想听这种脑子不用可以捐了的蠢人掏逼刀，于是钻进被子准备睡觉。小玉见我一副不想理他的样子，更生气了。她大声道：“你以为他给你送了点吃的，就是真的喜欢你？告诉你吧，阿德和我才是一条心的，他想要的小蓝丸是我帮他弄到的。”我突然从被子里猛地坐了起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玉。他以为自己的话奏效了，得意道：“这个园区的小蓝丸都指着我的渠道，我劝你别跟我对着干，更别跟我抢阿德。”小玉说的小蓝丸是一种新型毒品，怪不得他在诈骗上的业绩一直垫底，却可以养尊处优的跟业绩最好的我住在同一间宿舍。我往后退了退，眼眶开始发红。小玉觉得我是被吓哭了，她终于满意了，裹上被子翻了个身，准备睡觉。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，摸了摸眼眶，摸到了一点湿润。我有个怪癖，那就是从来不哭。无论是在亲妈的葬礼上，还是在当时一酒瓶敲死继父后的逃亡路上，我从来没哭过。甚至在半年前，在我花费几十万重金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找我妹妹，最后只找到了她冰冷的尸体时，我也没哭。我只是反复地拿软布擦她的身体，就像小时候我俩在澡堂里帮对方擦身那样。那身体上有许多被烟蒂烫过的痕迹。医生朋友告诉我，我妹妹生前疑似被毒品控制，她死时甚至还怀着孩子。即便是在听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也是干的。只有一种情况我会掉眼泪，那就是我想杀人了。每当我有强烈的杀人冲动，我就会哭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剧烈的兴奋。我看着背对我陷入睡眠的小玉，歪了歪头。本来我想放过她的，我以为她也是个受害者，却没想过能在这园区里活下来的人，其实个个都是帮凶。也挺好，反正对我而言，死几个都是死。我很小就没上学了，都是通过校园题材的电视剧来了解学校的样子。现在的环境在我看来就很像一出校园剧。Amy 姐是老师，负责管理所有人。小玉则凭借着她的优势，成了能暗地里跟老师对着干的坏学生，而我则扮演着一个正在被坏学生霸凌还不敢告诉老师的窝囊角色。自从阿德给我送过吃的，小玉就开始欺负我。他在进缅北之前是学化学制药的，金先生的毒品业务线需要他，因此其他人也都纷纷捧着他，叫他小玉姐。很多次我被堵在洗衣房里，小玉叫他的跟班把我摁在地上，拿洗衣粉往我的嘴里灌。我敢怒不敢言，为了不让小玉再欺负我，我开始努力讨好她。除了满口答应再也不去勾引阿德外，我还主动提出把我的业绩让给他。由于深谙两性心理学，所以我的诈骗表现一直十分亮眼。这份业绩送给小玉，无疑是极度重要的锦上添花。毕竟人人都知道 Amy 姐已经老了，或许随时会被换掉，而接替她的人必然在我们之中诞生。在被霸凌的可怜虫，也就是我，将几个大单全都让给小玉后，手握毒品制造和电信诈骗2份亮眼成绩的小玉，成了这片园区最炙手可热的女人。连金先生都开始关注她，他亲自来嘉奖小玉，在园区内为小玉点燃了庆功的烟花，光芒照亮夜空。年轻的小玉和金先生并肩而立，烟花的颜色在二人的脸上变换，他们相视一笑，彬彬有礼的欧洲绅士和充满野心的年轻女孩，竟然看上去有几分般配。我站在人群中，看着不远处的 Amy 姐。她站在金先生和小玉的背后，没有鼓掌，嘴角绷紧，鲜红的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。我进来这么久了，从未见过 Amy 姐如此失态。我故意戳了戳旁人，像一个八卦分子那样窃窃私语 ：“Amy 姐怎么了？”旁边的女人不屑地笑：“嗨，知道自己快被取代了，所以想发疯呗。”
他懒得理我这个笨头笨脑的窝囊新人，转而和其他人聊起 Amy 姐到底会怎么发疯。我悄悄听着他们的议论，弯了弯嘴角。很好，所有人都知道 Amy 要发疯了，那我差不多就可以动手了。第二天，我去找 Amy 姐，告诉她我经常听到小玉在宿舍里说 Amy 姐的坏话。在 Amy 姐的办公室里，我哆嗦得像只鹌鹑。对不起 Amy 姐，我其实早就想告诉你，但是小玉说如果我敢打小报告，她就用筷子把我的眼睛挖出来，可我不想再被她欺负了。如果之后换了小玉来管理我们，我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了。Amy 姐脸色铁青，她无视我拉着她的袖子求她救救我的哀求，一把将我推开。我被打手们带出了办公室，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到宿舍。然而一进宿舍，我立刻换了一副面孔。我对小玉说，刚刚我找 Amy 汇报工作，结果听到她在给金先生打电话，说你藏了很多毒品没有上交，打算私吞这份利益。我话音未落，小玉的脸色就彻底变了，她一把将我拉到墙角，避开其他所有人，随后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你真听清了？我赶紧点头，诚惶诚恐道，小玉姐，这种事我怎么敢骗你？小玉的脸色难看得吓人，我一面哆嗦，一面在心里轻笑。小玉藏了毒品这件事，当然是我发现的，她的晋升速度太快了，难免会飘。我作为她的室友，又时时恭维，让小玉真的觉得她自己是个人物。尤其是我不经意地跟她提过，阿德肯定是爱她的，不过现在受困于债务，只能和她一起待在这里。如果她能帮阿德把债还清，没准阿德会和她一起离开这片园区，过上幸福的小日子。于是小玉铤而走险了，她藏了一批货，想自己卖。但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被金先生发现的。别看金先生之前对小玉那么温柔，一旦他发现小玉背着自己做这种事，那等待小玉的会是立刻被乱棍打死。我看着小玉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在室内反复兜圈，良久低声吐出一句话 ：“Amy 姐不能留了。”她看向我，你会是我这边的，对吧？我赶紧点头表忠心，那当然了，小玉姐，我是你室友，你如果出了事，我肯定要被牵连的呀。小玉点头，那好 ，Amy 姐信任你，你负责把她约到洗衣房背后的那个土坡去，那里有个废旧的地牢。接着，小玉掏出一个小瓶子和棉布，交到我手里，这是乙醚，会用吧？把她捂晕，拖进那个地牢，我在那里等你们。说完，小玉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这件事只有你跟我知道，如果敢出卖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连忙发毒誓，表示此事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当晚，小玉在地牢中等我，她等得月上中天，我才出现。我喘着粗气，费力地拖着一个麻袋进来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。Amy 姐就在里面，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很符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生拖动一个100多斤重物的状态。小玉等得不耐烦，一脚把我踹开。废物，怎么这么慢？她去看那个麻袋，她刚触碰到麻袋，就意识到不对劲，这个袋子太轻了。果然，袋子拉开，是个硕大而又破旧的玩具熊。小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在她起身之前，沾满乙醚的棉布已经捂到了她的口鼻上。小玉醒来时，她已经被皮带牢牢地绑在了地牢的椅子上，嘴被毛巾塞住。由于乙醚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散，她整个人有些昏昏沉沉的，浑身没力气，花了好久才看清眼前的人影。我穿着白大褂，戴着手套，手里是针管和药剂。单看这一幕，就好像我身处于某个纯白的医院内，而不是在这个气味熏天的废旧地牢里。方诺诺，我调好了药剂，将它灌满针管，然后来到了小玉身边。小玉拼命地挣扎起来，但是没有用，皮带牢牢地固定着她。我伸出手，在她起满鸡皮疙瘩的胳膊上轻轻抚过。我听说，在这个园区里，不听安排的女人会被注射毒品。我们梦梦死的时候，手臂上也有针眼呢。小玉看着我手里的针扎进她的胳膊，被堵住的喉咙发出绝望的哀嚎。看啊，她自己无比恐惧这东西，可又制造这东西出来，让她控制比她更悲惨的女孩。我平静的一针推完，小玉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，她的瞳孔扩大，无法聚焦。我见过很多瘾君子，知道这东西的上瘾是渐渐成型的，先是吸食，然后才是注射。上来就注射，对小玉这样的新手来说，劲儿太大了，人的身体很容易承受不住。可我要的就是这份承受不住。灌满第二个针管，我再度将药全部推了进去，这一次的注射位置比之前更靠上，一针接着一针，我眼眶通红，泪盈于睫。最后，我将针管扎在了小玉的颈动脉上，毫不留情地将所有针剂推了进去。然后，我不顾旁边不停抽搐的身体，在地牢席地而坐。地牢里有处很小的气窗，依稀可见月亮。当初我杀了继父逃跑时，对哭着的梦梦说过一句话，我说之后可能就没有太多见面的机会了，但你每个晚上看看月亮，就知道姐姐在想你。如今月亮依旧皎洁，可世上最后一个会记挂我的人已经不在了。我站起身，看向旁边，小玉歪倒在椅子上，口吐白沫，大睁着眼睛。她死了。然而这只是个开始，最小最小的开始。第3天，所有人都知道小玉失踪了。随后，在经过对整个园区彻底的搜查后，她的尸体被发现在废弃地牢里，
死状极其惨烈，连金先生都被惊动了。我作为小玉的室友，立刻被提审，带到了金先生面前。我一口咬死自己昨晚睡着了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但说话时眼神却躲躲闪闪。最后，金先生亲自走到我面前，他握住我的手，用略带生涩的中文开了口，语气竟然是温柔的：“诺诺小姐，对吧？你不要有任何顾虑，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，我是这片园区的主人，我能保障你的安全。”就像终于得了依靠一般，我露出了丢盔卸甲的神情。金先生适时地以一种绅士的姿势将我拥进怀里，拍着我的后背安抚我。我在他的胸口没有眼泪地抽泣着，哭了好久才低声道：“是艾米姐把小玉带走的。”艾米因此被提审，她情绪激动，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出手杀害小玉。但在地牢里，金先生的手下找到了一样东西，一颗旗袍上的坠珠，而艾米姐的旗袍上正少了一颗坠珠，露出不合时宜的线头。那是我在他的办公室哀求他救我，而他暴躁地推开我时从他身上拽下来的。在杀死小玉后，我将那颗坠珠留在现场，然后翩然离开。至此，一切形成了闭环。原本艾米姐就有充分的杀死小玉的动机，现在连证据也有了。艾米姐不停地否认，她说是我诬陷她，提出要见我。我被带进了审讯室，一进去我就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艾米姐被绑在电椅上，经历过严酷审讯的房间充斥着血腥气和大小便失禁后的异味。我看着不成人样的艾米姐，腿都软了。如果不是金先生的手下撑住了我，我已经直接瘫软在地。艾米还有一口气，她哑声咆哮：“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我当初就该拿电熨斗把你活活烙死。”我面色惨白，强行平稳了情绪后，才站直了身体。我用毅然决然的声音对艾米说：“对不起，艾米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恩。”随后，我看向房间中央西装革履的掌权者，但是我的一切并不是你给的，而是金先生给的。金先生微微眯起眼睛，回望着我，那双湖水蓝的眼睛看上去泛起了一丝涟漪。我说：“所以我做不到欺骗金先生。”说这话时，我也回望着他。我很清楚，一个女生看向自己爱慕的人时该是什么眼神。我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敬畏、崇拜与强烈的心动。金先生很喜欢东方文化，所以他会读懂我的眼神，那里面既有女子对男子的爱，又有臣对君的忠。对于全天下男人而言，这都是最好的春药。金先生决定继续审问艾米姐，我很懂事地退下，但是在离开前，我写了一张字条，塞进了金先生的手心。那上面用英文写着：“我也是化学制药专业的。”6个小时后，我被请到金先生的办公室里，他给我泡了龙井，送了我一个翡翠镯子。我一眼认出这镯子是艾米姐的。此时此刻，它上面还沾着艾米的血，谁戴上它，谁就是园区的女主人。我将镯子放回盒子，笑了笑。金先生很喜欢中国文化，但好像了解的还不够深，染过血的玉是不祥的。金先生微微挑眉，他没想到我会拒绝。诺诺小姐，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非常逆来顺受的性格。他说，我派人查过，小玉一直抢走你的业绩，而你一直隐忍。我摇头，这不是逆来顺受，只是水流的哲学，遇到强硬的石头时不要与它硬碰硬，而是要绕过它。随后我灿然一笑，再加上让给他也没关系，我相信金先生洞察秋毫，最终一定会知道那些是谁的功劳。金先生深深看着我，他说，诺诺小姐，你很有意思。既然如此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眼见他要把那翡翠镯子收回去，我突然伸出手，将它戴到了手腕上。金先生一愣，不是说死人的玉不吉利吗？我打算为你买个新的。我摇头，不，就要这个。中国古人说富贵险中求，带着这块玉，我向死而生，希望能为金先生带来大富贵。从办公室出来后，园区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地位不一样了。艾米姐垮了，小玉死了，我成为了这里新的女主人。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时，所有遇见我的人会低头问好，叫我一声诺诺姐，就像他们曾经称呼艾米或者小玉那样。我甚至比艾米和小玉更厉害，我是货真价实的诈骗业务王牌，再加上金先生新交给我的毒品业务，我的权力扩展到了他们都未曾达到的边界。在走廊的尽头，我遇到了阿德，他还是英俊的，面孔看上去清澈又忧伤，有双看谁都深情的眼睛，女人看着这双眼睛就会真的相信爱情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做不到把我妹妹骗到这里。阿德盯着我看，我则目不斜视地掠过他。现在在这个园区内，我的职级和地位已经远远在他之上了。我听到阿德在我背后开了口，声音有些失真：“诺诺，你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吗？怎么会变成化学制药？”我回眸一笑：“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双学位。其实我根本没上过大学，但犯罪需要会的，我基本都会，包括怎么训狗。对于偷盗或者入室抢劫来说，怎么让户主家的狗不叫，有很多学问，而我对此掌握得很好。因此我没费什么劲，就跟阿德在园区内养的2条大狼狗打好了关系。他们见了我不叫，只会疯狂地摇尾巴。阿德说：“诺诺，你看，他们很喜欢你呢。”我笑着不说话。
当初网恋的时候，阿德给我描绘过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画面，住一栋大房子，有一个漂亮的花园，养2条威风的大狗。此时此刻，阿德抚摸着大狗，用一种若有若无的暧昧语气道：其实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过去。我看着他，他用雾气朦胧的目光回望我，这是个操控人心的高手，他太知道如何激起女人心里残留的爱。可惜他不知道，我对他从来没有爱。笑着摸了摸2条大狗，我用一种同样雾气朦胧的声音轻声道：亲爱的，我也没有忘记。每个人的戾气终会刺伤他自己，就像阿德，他太信任他对女人的杀伤力，于是也会败在这件事上。我成功的让他以为我对他还有旧情，他随即放松了对我的警惕。于是在一个深黑的夜晚，我为阿德送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牛奶，然后牵走了他的狗。我牵着那2条大狗去了地下室，那里关着一个人，Amy。不得不说，金先生对 Amy 是有点真感情的。这个女人从少女时期跟着他，跟了将近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所以他留了她一条命。我进了地下室 ，Amy 醒了，她用仇恨的眼光盯着我。她说：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吧？干掉我和小玉，你就能上位了。她话音未落就挨了我一耳光。Amy 吐出一口血，随后她的嘴被我用布条封上了。调整好布条的位置，确认 Amy 无法发出一点声音后，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，点了根烟。在抽了一半后，我把烟头摁在了 Amy 的手上。Amy 的瞳孔猛地放大，然而她甚至叫不出来，只有双腿拼命地提等。我说：你在说什么呀？还上位？你们这种破位置我根本不稀罕，我是来杀你们的，你们怎么害梦梦，我就把相同的死法还给你们，懂了吗？我又点燃一根烟，再次将它摁在 Amy 的手上。梦梦死的时候身上有21处烟头烫出来的伤，你翻倍。我不断地抽出烟，点火，然后把它在 Amy 的身上掐灭。到最后这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操作，我不断重复着这个流程。其实我心里一点快感都没有，只有难过。我妹妹死了，我能把所有人给她的伤害双倍的还回去，但我就不回她了。所以其实一切也没什么用。42根烟熄灭， Amy 已经晕了过去。我解开了那2只大狼狗的链子，吃吧，吃得干净一点。Amy 在园区内消失了，人人都知道是阿德的狗闯了祸。那一晚，他们挣开了生锈的链子，从铁栏的缝隙里钻了进去，惨无人道地吃掉了 Amy。阿德因此被金先生重重责罚。他原本也是这个园区的金牌业务员，但现在他全身上下除了脸被打得没有一块好地方。金先生还不解气，他将阿德关在了曾经关 Amy 的地牢里，派手下去看守。金先生的手下个个都是彪形大汉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但我没什么好畏惧的，我很清楚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，他们都是烂人。控制烂人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，他们最容易屈服于欲望。我向其中的几个贿赂了钱，另外几个不收钱的，我贿赂了小蓝丸。然后我端着热汤站在地牢的门口，不断的哀求，我就是想进去看他一眼，求你们了，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给他送碗热汤就走。这确实是个微不足道的请求，已经被钱和小蓝丸控制的手下选择了放行。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园区内有着各种对阿德一往情深、死不悔改的恋爱脑，我也不过是又一个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傻子罢了。于是我成功的将热汤送了进去。在阿德狼吞虎咽的时候，我贴近他的耳朵，轻声道：金先生要杀你。阿德猛地呛住了，他大口咳起来。我帮着他拍背，柔声道：别怕，我会帮你逃。这间地牢的窗户旁有个暗道，明晚12点，你从那里出去，我会在路上接应你。离开的车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阿德感激地看着我，他抓住我的手，近乎迫切地对我说：诺诺，你是我此生唯一爱过的人，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不得已。我看着这个男人，我查过他，他最早是个酒保，在夜场工作。由于长得很帅，所以他从10几岁起就游走于有钱的女客人之间，练就一身讨女孩喜欢的好本事。直到他因为欠了太多赌债，来了园区工作。他用酒吧听到的各种故事捏造自己，加上情商确实高，很擅长给女孩制造强烈的被爱的幻觉。原生家庭不幸福、缺爱或者孤独的女孩，遇上他毫无招架能力。就像小玉，就像我妹妹江梦，她跟着他那个只会家暴的酒鬼爹长大，酒鬼爹甚至拍她只穿内衣的照片去给自己换酒钱。后来那个酒鬼爹被我杀了，他不会再被虐待，但到底是孤独。我因为杀了人之后得逃亡，照顾不到他，1年大概只能联系2次。最后一次，他特别幸福地跟我说他恋爱了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找到他。再见面他已经死了。什么叫死了？就是不会说话，不会笑，不会抱我，不会说姐姐你回家了。我学着做了土豆烧牛腩，你快尝尝，我只喜欢土豆，所以牛腩都归你。我本来想好好生活的，我不再杀人了，赚了很多钱，想过有一天跟他重逢，甚至想参加他的婚礼。现在一切都没有了。我看着阿德的脸，眼眶发酸。他柔声说：诺诺，你哭了。是啊，我哭了，因为心头的杀意已经强烈到无以复加。我对阿德叮嘱了几句明天的事，然后收起汤碗，转身离去。第二天夜里，我站在车边，长久地等待阿德。
在我已经开始焦躁不安时，他终于跌跌撞撞地出现了。他兴奋地跑到我的身边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货车，货车上装着的是制造小蓝丸的原料们。我对阿德笑了笑，带上这些原料一起走，加上我们的技术，下半辈子都不愁钱花。阿德简直是喜出望外，他抱住我，狠狠亲了一口。我擦掉脸上的口水，温柔地对阿德说：“宝贝，你来开车吧。”这正合阿德的心意，坐上驾驶位意味着他能彻底控制这辆车，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爬了上去。诺诺，上车。他回过头来，兴高采烈地看向我。他看到的是黑洞洞的枪口，随着砰的一声响，阿德的胸口溅开了血花。他倒下去，浑身颤抖，不可置信地望向我。我走上前去，低下头，俯视着他已经扭曲变形的脸，一点都不帅了呢。我轻笑着说。阿德的嘴里涌出血来，我瞄得很准，特意打的是右侧。其实拖得越久，对我而言越危险，但无所谓，我不是来灭口的，我就是来折磨他的。我拿起刀，缓缓插进阿德左心，起初很浅，只有1厘米。然后我开始了讲述。我告诉他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他，那个小白富美的身份是假的，我全套的身份背景信息是花了10万人民币造出来的。我的真实身份是江梦的姐姐，我从一开始接近他就只是为了复仇。每说一句话，我就把刀尖往下送一送。阿德被我封住了嘴，他大睁着眼睛，脸上的神情是人间罕见的绝望。我欣赏着他的表情，如同在欣赏一幅作品。在刀尖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扎进阿德心脏的时候，我松开了刀柄，回身拿了一个救生锤。在阿德绝望的目光中，我先对着自己的头来了一下，头上一热，随后暗红的液体流了下来。我带着满脸的血，在月光下对着阿德露出了一个惨笑，然后将救生锤狠狠砸在了他那张最引以为傲的脸上。半个小时后，毒品业务的其他成员赶来，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阿德和旁边昏迷不醒的我。我被紧急送回园区，金先生的专属医生团队赶来为我医治。由于脑震荡，我昏迷了很久才醒。醒后，我顶着满脑袋的纱布，向金先生汇报了情况。这晚我按照计划运送原材料去实验室。由于睡不着，我比其他成员早到半个小时，结果恰好撞上了越狱的阿德。阿德用救生锤攻击我，然后跳上了驾驶座。眼看他要离开，我抬枪射击，没想到射偏了，阿德并没有死，但阿德同样受了重伤。于是我撑住最后一口气，爬到车上，摸过匕首和救生锤，对着他一通乱砸乱砍。医生团队证实了我的说法，除了头上那个被救生锤敲过的钝击，我身上还有各种缠斗中产生的擦伤。医生团队离开后，金先生坐在我的床边，他久久地看着我说：“诺，我没想到你关键时刻这么勇敢。”我摇头，其实我也很害怕，但那个瞬间没想那么多。我只想到阿德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能让他逃出去。如果他逃出去，对整个园区是覆灭之灾，所以为了我，为了金先生，我必须杀了他。金先生深深地打量我，他说：“诺诺，你融入得很好。”他并不意外我的残忍，因为所有缅北的上位者都会被这里同化。Amy、阿德或者小玉，他们也不是天生就那么坏，但环境改变了他们，让他们变成了草菅人命的败类。但金先生不知道，我和他们不同，我不是被改变了，只是渐渐撕去了伪装。我呀，本来就是草菅人命的败类呢。金先生从病房离去后，医生团队中的一名中国人来到我的身边，他低声问我：“你知道自己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知道。”这回轮到医生愣住了。我摸了摸头发，现在的一头长发是在最好的美发店精心接出来的。我自己的头发是短发，因为之前化疗的时候剃光了。我轻声发出恳求：“请不要告诉金先生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。”医生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我问他：“我还有多久？半年有吗？”医生点点头。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，那足够了，用来杀最后一个人，足够了。最近金先生总觉得不安，他叫我去见他时已经很晚了，我刚刚洗完澡，正在给自己吹头发。这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，我之前总是湿着头发睡觉，妹妹说这样容易头疼感冒，每次都把我按在那里，拿着吹风机帮我吹干。现在妹妹已经不在了，然而我还是每天洗头，然后再认真吹干。吹风机呜呜地响起时，我在热风中闭上眼睛，幻想着妹妹还站在我的身边。直到一个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是金先生的手下，他在我身边恭敬道：“诺诺小姐，金先生请你过去一趟。”我来到了金先生的办公室，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房间，红木家具，书架上摆着一尊玉佛，佛像神情慈悲。金先生正在对着这玉佛焚香祈拜，他每天清晨都会这样做，用来祈求自己的平安。我站在一旁，安静而又耐心地等他拜完。金先生拜完玉佛，在手下端上来的木盆中洗了手，然后坐到了红木桌旁。他开了口问：“诺诺，你知道唐渊吗？”我一直极其平静的心跳，在那一瞬间突然乱了一拍，但随即我用茫然的神情应道：“是咱们园区的吗？我没见过这个人啊。”
金先生摇摇头，他低声道：“唐渊隶属于一个叫清道夫的组织，是里面的顶级杀手。”他把一份资料推过来，我打开翻看，那是一份详尽的文字资料，只有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女生的初中毕业照。那是唐渊唯一能被找到的照片，那时候他大概只有15岁。金先生道：“15岁那年，他杀死了继父，然后冷静地把对方的尸体拆分，和生猪混在一起，四处抛尸。在那个落后的小镇，这件事过了许久才被发现。警方开始通缉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成功偷渡到了国外。”我看着资料中的那张照片，单眼皮，他鼻梁，瘦得像豆芽菜，头发枯黄。房间中的铜镜倒映出我现在的模样，乌发如墨，皮肤细白，被顶级整形医师亲手调过的轮廓和五官，是最标志的东方古典美人模样。二者乍一眼看上去绝不相像。金先生站起身，他来到我身后，伸手按住我的肩膀，用生硬的中文开了口：“现在我找到唐渊了。”房间中静得落针可闻。我没有动，但是目光在房间内四处逡巡。房间的四角都站着金先生的手下，腰间全都配着枪，拔出来只需要一瞬间。我来得及在他们开枪之前回头拧断金先生的脖子吗？我的手心开始出汗，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冷静。就在我准备抱起一搏的前一刻，金先生拍了拍手：“请唐小姐进来吧。”我愣住了。门开了，金先生的手下将一个女人引了进来。她很符合大家对女杀手的印象，身段高挑，素白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穿一件款式简单的黑色 T 恤，短袖下依稀可见手臂上的肌肉。金先生对我道：“最近我总觉得不安全，园区出事太多，所以我重金请到了唐小姐来对我进行保护。她的身份是个秘密，所以诺诺，由你来负责给她安排一个表面的工作。”我看着女人，她平静地回视我。良久，我伸出手去，露出了一个园区女主人该有的微笑。我开了口，叫出那个我已经10几年没有用到的名字：“你好，唐渊。”我带着唐渊去他的宿舍。我绕了远路，兜了很大的一个圈子。唐渊起初在默默地记录，但随着我几乎带他把整个园区都逛了一遍后，唐渊的脸色开始越变越难看。他意识到我是故意的，我甚至把毒品制造的材料、运输地点和发车时间全都告诉了他，而这和他所谓保护金先生安全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最后，我带着他来到了宿舍，一个独立单间，配备独立卫生间。我指了指花洒：“来的路上辛苦了，累的话可以先洗个澡。”唐渊没有动。此刻门关上了，屋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他铁青着脸看向我，手一直在下意识地往腰间摸。我就像是看不到他的小动作一般，打开小冰箱，给自己拿了瓶可乐，又扔给他一瓶。唐渊不敢喝。我笑了笑，自顾自地喝了一口，淡淡道：“放心吧，我知道你是个冒牌货，但我不会对任何人揭发你。”唐渊微微一愣，我读懂了他的眼神。此刻他的大脑正在飞速地转动，反省自己到底是露出了什么破绽，才会让我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察觉到他是个假的。不用多想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相信能孤身混进园区，你的背景资料应该也都造假的足够好，经得起金先生他们调查。我笑了笑，所以除了我之外，目前没人知道你是个警察。我的手指轻轻弹了弹可乐瓶，脆响声几乎将我的话淹没。我知道你是假的，只是因为我才是真的。屋内发出巨响，是唐渊手中的可乐掉在了地上。他绝望地站在原地，甚至没有掏枪。我们站得太近了，近身肉搏的情况下，他这种正常训练体系里出来的警察卧底，打不过我这种刀尖血海里走出来的顶级杀手。在他掏出枪之前，我就能拧断他的脖子。我喝完了可乐，站起来，看向这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唐渊。我对你想做什么不感兴趣，但现在你的真实身份在我手里，所以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小忙。当晚，我和金先生一起喝酒。酒是我自己酿的，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，都是度数很低的小甜水。金先生很少喝烈酒，他是个缺乏安全感且多疑的男人，不会让自己醉。我穿了旗袍，露出雪白的臂膀，长发用一只梅花形状的簪子挽起。我在月光下为他倒酒，铜镜映出绰约的身影。这一幕无疑让金先生沉醉。他伸手抚摸我的发丝，低声道：“我要感谢阿德。”我眉心一动，嗔道：“好好的，提一个死人做什么？”他摇摇头：“如果不是阿德，我不会见到你。”我柔柔一笑，伸手去解金先生衬衫的扣子，在他耳边呵气如兰：“是啊，我也很幸运能与金先生有这段缘分。”金先生将我摁在绘着兰花的坐席上，手伸进旗袍的缝隙，眼中渐渐被情欲浸染。往日里，金先生的房间四角永远有幽灵般的打手，只有今夜，当金先生要想用他最宠爱的女人时，那些打手不配进入，只能守在外面。金先生饮酒后的脸泛着酡红，他拥紧我，低声道：“你跟一个女孩给我的感觉很像。”我心里一动，表面只是吃醋地笑了笑。金先生要在这时提别的女人，他却恍若未闻，低声说了下去：“那是唯一一个我动过念头想要娶她的女孩。她很美，像中国古诗里的月光。我许诺了她很多东西，但她还是要跑。她说她姐姐生病了，只能活3年，她如果再不出去就见不到了。
他跑出去了，但是在逃亡的路上被抓了回来。那么多人看着，我必须立规矩，不得不杀了他。哪怕他死的时候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。金先生摸摸我的脸，诺诺，你为什么哭了？我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砸。金先生吻掉我脸上的泪，他温柔道：好在上天又把你赐给了我，天使一样的东方女孩。下一瞬，我的小腹突然一凉，我垂眸，一把匕首插了进去。金先生平静地起身，方才的情欲褪去了，蓝色的眼珠冰冷无情。我知道你是他姐姐。我捂着小腹，尽力阻止着失血，用颤抖的声音问他：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就在刚才。金先生冷冷道：起初我只是怀疑，医生告诉我你有白血病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梦梦当初往外跑的原因，就是她姐姐得了白血病，她想去陪姐姐。但我告诉自己，这应该只是一个巧合。可更多的巧合让我不得不对你怀疑更深。自从你进来，小玉死了， Amy 死了，阿德死了，我们园区从来没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死过这么多骨干成员，而他们几个的共同特点就是和梦梦有关。于是我试探了你，我故意在你面前提起梦梦，你哭了。我摸了摸脸上，泪水湿润。突然，窗外响起了警报声，那是园区的东南角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随后是火光。金先生的瞳孔骤然紧缩。东南角是实验室的位置，他的毒品都存放在那里。而就在他失神的瞬间，我突然抱起那只梅花形状的簪子，落入我的掌心，我将它直接插进了金先生的喉骨。金先生大睁着眼睛，他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没有人能在受到如此重伤的情况下还能抱起杀人，这与意志力无关。剧烈的生理性疼痛会让人在跳起的瞬间失去全部力量，可我偏偏做到了。看着倒下的金先生，我吐出了嘴里残余的小蓝丸。你用超剂量的小蓝丸来控制疼痛。我笑了，这是最后一杀，我没想过还能活着回去。那根簪子深深插进金先生的喉咙，我特意避开了动脉和气管，让他多活一会儿。我拖着重伤的身体，抱起了那尊沉重的玉佛。不要，不要！金先生惊恐地发出含混的声音。没用，我看着他，静静微笑。金先生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你用眼泪来试探我，可我的眼泪无关悲伤，只关乎杀意。我落泪的瞬间，你应该赶快跑的，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的眼泪掉落在玉佛上，清澈如露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可我血孽深重，身处炼狱，回头无岸。佛不渡我，我只有挥刀向前。我高举起玉佛，砸在金先生的身体上，一下，再一下。我敲断了他的骨头，敲碎了他的血肉，惨叫声震耳欲聋，佛身碎裂，玉片迸溅。金先生的打手最终撞开了门，他们抬枪射击，我在一片枪声中倒下。他们冲到金先生身边，想要救他，当然已经晚了。金先生还有最后一口气，但他从胸口往下，从骨到肉，全化作了一滩血泥。就在打手们错愕的时候，窗外响起了更强的警报声，大量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。负隅顽抗的打手被当场击毙，其余抱头投降。有人抱起了我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一个女孩含泪的眼睛，是那个贾唐渊。我知道他是国际警察，目的是卧底进入这个园区，最终捣毁他。于是我跟他做了交易，让他去炸毁那个实验室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此刻贾唐渊抱着我，他说：你坚持一下，有没有搞错呀？我可是被你们通缉了很多年的人，坚持一下做什么？被你们抓去海上监狱吗？我才不去，我要回家了。家里有梦梦在等我，她炖好了土豆牛腩，这一次我会把牛腩都让给她吃。女警没有想到，她会在这个园区内遇见真的唐渊。国际刑警已经追踪了金先生很多年，当年在欧洲他就是臭名昭著的罪犯，而现在他逃亡缅北，在一个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园区内成了说一不二的王。他们必须派人进去成为内应，恰好有一个机会，金先生正在黑市上搜集消息，寻觅清道夫组织的顶级杀手唐渊，他想要雇佣唐渊为他提供保护。于是女警被安排以唐渊的身份进入园区，万万没想到，真的唐渊就潜伏在园区内。那一刻，女警觉得完了，她以为真正的唐渊已经在为金先生效力，自己这个冒牌货会被立刻虐杀。但唐渊没有，他把完整的园区地形告诉了女警，原本需要花几个月到1年去搜集的情报，被一夜之间全送到了女警面前。女警几乎不敢相信唐渊，但她不得不相信，因为她没有别的办法。而事实证明，她赌对了。这次行动顺利的不可思议，实验室被炸毁，所有人忙着救火，于是其余同事能够从园区最薄弱处冲进来。女警在冲进这间房子前，都很想告诉唐渊，他立功了，或许可以部分的抵消他之前的罪。但唐渊死了，此刻他就躺在女警的怀里，闭着眼睛，像是要进入一个酣甜的睡眠。突然，唐渊睁开了眼睛，他看着女警，用很小很小的声音问：我头发是不是湿了？当然是。唐渊那头如墨的长发浸透了血，不断的往下滴。女警点点头，于是唐渊皱起眉，他小声道：那你会帮我吹干的吧？
那双看着女警的眼睛干净又清澈，那个瞬间，女警突然意识到唐渊是把自己认成了别的什么人。于是女警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唐渊很安心地笑了，他靠在女警的怀里，闭上眼睛。这次他再没有醒来。唐渊没有亲人，他跟着生母嫁给继父，后来生母死了，继父日日吃喝嫖赌，唐渊跟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妹相依为命。事情突变在唐渊初中回家的某个傍晚，唐渊发现还在上小学的妹妹被继父绑在床上，旁边已经架好了照相机，继父正在试图脱掉妹妹的最后一件内衣。于是唐渊拎起家里随处可见的酒瓶，砸在了继父的后脑勺上。这是唐渊此生第一次杀人，奠定了他之后的作案风格。他喜欢拿重物砸人。如今唐渊死了，有关他的一切故事都被埋葬，没人来领唐渊的骨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女警总觉得自己是唐渊生前的最后一个朋友，于是她代为保存着这份骨灰。后来女警退役了，和男友在纽约举行婚礼，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，来人说她叫沈绵，来自清道夫，她是来取唐渊的骨灰的。女警和沈绵见了面，那是个很文静的东方女孩，看起来年龄很小，留着一排很乖的齐刘海。她抱起了骨灰盒，很有礼貌地对女警道了谢，随后转身离去。女警忍不住叫住了她。女警知道这个秘密不是自己该问的，但她还是问出了口，到底什么是清道夫？沈绵站住了，她背对着女警，白裙子在风中飘扬。沈绵和唐渊长得并不像，但有那么一瞬间，女警觉得自己又见到了唐渊。沈绵说，只是一群有共同信仰的人罢了。什么信仰？沈绵开口说了一句话，随后她不再停留，等女警回过神来时，那个白裙子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。她说的是，在极端的黑暗中，正义暂时缺席，那么此时此刻，只有爱是唯一指引我们的光。